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关于国际通证的一些事务。那我们在讲关于整个通证事务之前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沟通一下大家对于整个通证的一些相关的误解，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了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把通证跟这个区块链的一些事务经济都把它关联在一起。那今天呢，我特别做了一些文件，然后找了一些资料来跟大家沟通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啦我先把它切到这里。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对于区块链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茫然无措的，真的，而且蓄势待发、砥砺前行的这种态度也比较多啊。那很多人对于区块链跟真正的这个通证经济的这个趋势他还是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应该这么来讲吧，区块链是属于新世界的后台技术，你把它当成技术跟工具来使用就对。但是通证是新世界的前台经济形态，应该这么讲，也不能完全叫新世界的前台经济形态，因为在过去已经有通证概念，只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名词给用起来或发挥起来。而且区块链的这种技术跟所谓的通证经济技术，这两个事情应该完全独立来看待才对。起码我个人认为它是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它同样伟大。就看什么角度。那对于路线问题来讲，其实对于每个国家关于这整个区块链发展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这个所谓的路线问题上面存在问题，对吧？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绕过所谓的币圈啦、链圈啦，这种讨论真的是无休无止的。那至于讨论结果，我只能说啦各怀其弊啦，观点凌厉啦，然后共识难求，但是没有共识各家做各家的个别做个别的自己说自己各说各话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时代不就是这样子吗？那在谈这些东西，我来谈谈我的观点好不好？什么是价值交换？其实区块链新一代的网络空间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具有唯一性特征的数据凭证，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对吧？那跟我们今天互联网世界的数据文件有点不太一样，就跟现在互联网世界的数字文件是不一样的。所以假设今天大家在互联网上面，大家都发了一封邮件，如果对方没收到，那大不了再发一封嘛，对不对？这个过程代表互联网邮件是可以复制的，不是唯一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这一封邮件是可以不断的在复制，不断的在发送，它是可以 copy 的它不是唯一的，它不是 only one， 明白吗？所以在区块链新世界当中，假设我今天买了10份数字版权，我送给你1份，那我就变9份了。这个它是会被减少，它跟我们的实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价值交换不能依靠传统的这种所谓的中央数据库的技术，它需要一个无中心的自组织的分布式的这种新一代可以信任的这种记账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通证经济的技术基石跟保障了，这样大家能明白吗？所以比起对这个互联网区块链就是基于不可信的环境建立了全球范围内可信的价值交换。互联网世界当中的 TCP/IP 是一种共识，大家通过这个共识的连接来产生一种共识那区块链的这种新世界呢，每一条公链它都代表一个新的共识，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以太坊啦，什么 LOG 什么一大堆，对吧？那一大堆公链表示什么？一大堆的共识。那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的话，它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共识。你看前几年教授很多朋友很多学生都在做开发，一个人开发一个链，就光我手上认识的都几百条链了。这个链要有人用起来，它才有用；有人产生共识了才有用，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多利益的关联方通过的相信数学建立共识以这样的一个单词来讲，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互联网传递的是信息啊，区块链传递的是价值，应该这么来讲哦。所以区块链是一个价值跟流转的基础设施啦。那当然，天然最适合于这种所谓的价值交换。我们从整个区块链把它当成当今或者是未来的一种技术的实施方案来看待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包含教授在科研的我们就是权证跟这个通证，可能我们都会希望通过这么好的一个技术手段，我先声明是技术手段而不是所谓的这种 money game 啊，所谓的这种交互机制啊，这等一下晚一点我们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某个特定时期的市场，它只接受某个特定的商品来作为价值交换的一种媒介。比如吧，现在你拿一袋贝壳想跟商家换一台 iPhone， 你说这个商家要不要跟你换？那不跟你换了，神经病嘛，对不对？卖家跟买家之间是达不成共识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价值交换，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市场它信任美元，是因为美元有美国政府作为后盾，对吧？人们相信美国政府能够保证货币的价值，而未来的通证在区块链的世界当中就会类似于美元在现代的世界当中的价值。通证之通就是要具有高流动性、快速交易、快速流转、安全可靠，对吧？而恰恰区块链当中它就具有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技术存在。技术听好，技术不要把它搞混，好不好？因为很多人假借这样的名义在外面做太多不该做的事我们就不提这个来，那当然很多人都对于这个通证存在一定的质疑，他们认为所谓的通证不就是把原来的所有的东西换一个平台发而已吗？没有什么意义吗？事实上我告诉各位，当比特币价格暴涨的时候，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大多数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价格的暴涨以及各种暴富的这种传奇上面，导致了通证的真正面目被掩盖了。我再强调一遍很多人因为比特币的 Bitcoin 的暴涨，眼睛都放在了价格暴涨跟各种的暴富传奇上面，所以才会衍生出了那么多的 money game 发生。那真正的通证呢？真正的那个 pass 呢？真正的我人呢？它就被掩盖掉了，当然眼睛不在看价值的事实上面了嘛，对吧？所以在这里教授把它分为两个概念，一个叫做通证思维，一个叫做币圈思维，对不对？通证不一定要跑在区块链上，记住了通证并不一定在区块链上跑，不一定要，但是不发通证的区块链比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好不了多少，我跟你说实话吧，完全犯不上干这么大阵仗，你懂不懂教授的意思所以通证才是区块链最具有特色的实施落地应用。换个角度来讲吧，如果一个不放在区块链上的通证，我们对它是不是还能有信任呢？毕竟区块链才能为这个通证提供坚实的信任基础，它所达到的可信度是传统任何中心化基础设施都提供不了的。No， 跟你说实话吧 ，No 为什么？听后面的课吧，好吧，这里就不多说。那么信任从哪里来第一，在区块链上面发行跟流通的通证，从DNA 里面就带着密码学的烙印所以通证代表什么 ？Power 权益，而密码学是对权益最可靠、最坚不可摧的一种保，能明白吗？第二，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我现在讲技术你们这些不懂的不要老是翻话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这个使得人人为的这种篡改记录组织流通影响价格、破坏信任的难度，说实话大大提升了。那没有中心化可以去有人为来做这件事情的修改。当然去中心化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杜绝所谓的人为操作，明白吗？只是说加大了这一件事情的难度这个是关键至少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
以及越来越多通证的出现将会使得少数人长时间操纵市场而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它不像以前我们现在的这种股票市场人为操作太简单，但是因为现在的去中心化的概念跟技术导致了你想要去影响某一个盘面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像传统的影响方式来影响，那真的是要很多人配合，那这个基本上很难第三，通证呢要有内在的价值跟使用的价值，这个是所谓通证的真正意义跟价值存在。我刚才提到了，通证不一定要在区块链上，但是区块链上没有通证的话，这个区块链比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还不如，这么跟你说吧。所以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呢，可以赋予通证丰富的动态的一些相关的用途。教授不否认区块链能够为通证带来更好的技术保障密码的加密保障，比如说 RSA 现在都用这个256，对不对？包含现在的大部分的这个叫SWIFT 系统，银行之间的通讯系统 SWIFT 系统，现在目前也只做到 RSA 的这个512，对吧？没有办法做到 Double Two。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通证并不等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炒作，记住了，通证并不等于加密数字代币的炒作所以教授不愿意用 token 这个名词的原因就来自于这里。通证是基于固有和内在的价值通证立足于实体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听好了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个才叫通证。从某个方面来看吧，通证跟币圈的模式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通证也要可以上市交易通证也可以进行预售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通证思维跟现在的币圈思维有根本上面的不同。通证是要用起来的，听明白了？通证是要用起来的，是可交割的，有实体物的。而币圈思维呢，现在大多数的币都是没有用的甚至就不考虑能有什么用，真的都是讲一大堆故事，有没有发现这个我就不做任何的评价了，好不好？那币圈思维是什么呢？搞一条链，发一个新数字货币，给它安上一大堆的先进科技，再拉几个名人做背书，尽快上交易所，把目标放在价格上面炒作，而不是服务在实体经济上，这个叫做空赚在我们资本行业里面叫空赚。空赚的速度当然快它始终不落地，迟早是要崩下来所以它跟通证不太一样的区别的这个币圈思维，明白吗？通证启发和鼓励大家把各种权益证明都拿到这个通证里面来，所以在后面课程教授会来提，那今天的导入课我就不来讲了。比如说门票最近我一个朋友在做的消费积分包含这个合同、证书、点卡、证券、权限、资质、商品，这个可不可以全部拿出来通证化？当然可以拿出来通证化它一定不叫 token， 记住了它一定要叫 link bus， 好吧？所以放在区块链上面去流转，放在市场上去交易，让市场自动发现它的价格。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可以消费的、可以验证、可以用的东西，这个是紧贴实体经济的。在这里教授要告诉你为什么通证这么的重要。现在国外有一种概念叫做 token， 翻译过来就是通证。其实这个 token 翻译成通证，教授是不太认可。真正的翻译名词应该是由 link pass 来进行翻译的 ，token 只是一个代币的这个代表，这个我不太认可。那什么叫做通证经济呢？就是把通证充分利用起来的经济，这个讲的有点笼统通证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通证经济为什么能够为新一轮的数字经济革命呢？为什么通证可以引发实体经济的又一次 update 大升级呢？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第一，供给侧，通证的供给充分的市场化，高度自由，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机构都可以基于自己的资源
和你的服务能力来发行所谓的权益式证明啊。而且呢，通证是运行在区块链上面的，现在讲的是区块链上的结合啊，随时可以验证可追溯，而且是可以交换，它的安全性、可信性、可靠性是以前任何方式都达不到的。我现在讲的方式就是技术的工具概念啊，并不代表它的经济本身，就通证经济本身，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第二个，流通速度，这个是个关键啊。区块链上的通证可以比以前的卡、券、积分、票要快上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的流转。而且由于区块链本身是通过密码学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所以这种流转和交易呢是极其可靠的。纠纷摩擦可能会降低几千倍，降低几万倍，降低 N 多倍啊，因为就能够尽可能减少纠纷和摩擦，对吧？那如果说在传统经济的时代当中，衡量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货币的流转速度的话，而在互联网经济的这个时代当中，如果非得要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那么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网络流量。那么在现在的互联网加经济的时代当中，通证的流通速度将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之一。当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各种通证都在飞速流转交易的同时，我们的生产跟生活方式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改变。第三，价格上面的发现，由于通证的高速流转跟交易，每一个通证的价格都要在市场上获得迅速的确定，因为它要 check 嘛，我要确认，哎，我卖你这个价格，你卖我这个价 ，O 不 OK， 对不对？好，所以它快速的得到市场上的一些迅速的确定的话，那这个就是通证经济的看不到的手，那只手它看不到的，因为不断的确认，对吧？速度太快，快到你看不到，它比今天市场的价格讯号要灵敏，甚至要精细几百倍、几千倍。它将有效的市场，甚至完美市场推到每一个微观领域当中去。这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这个经济情况。第四，通证的应用，也就是围绕着通证的智能合约，就这一项好了啦，它就可以激发出千姿百态的一些创新。它的创新，它的机遇，它的掀起的一些浪潮。不好意思啊，说实话，它将远远超过先前的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总。当然了，这个问题呢，需要有更多的人去讨论跟分析。但是基于上面的这些观点，通证派的我们坚信通证是下一代互联网新经济的关键。我们希望通过通证来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可能你会觉得教授在催你但是你慢慢会发现，我们做的科研当中，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慢慢在符合匹配市场上的一些需求。之前有听到一个消息中国的雄安新区可能会对市民发放一种所谓的积分，用来奖励市民良好的社会行为，比如说骑车上班啦、垃圾分类等等之类的。实际上，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社会需要有多少价值尺度来指导人的行为？单单如果是仅仅凭货币这个单一尺度，有很多的弊端。比如一个人很有钱，他完全可以忽视单双号限行，他完全可以忽视罚单他完全肆无忌惮的可以走应急车道如果你对他只是一般性的这种罚款跟处罚，他无所谓的。我有钱嘛，你罚呗，等我没被撞死都行，对吧？但是通证经济就可以将各种尺度都完全通证化。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钱，但是他的环保通证跟他的价值通证很低，那么他在某种事情上可能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限制，那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得瑟，对不对？所以对于社会管理的这个意义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意义吧，这个存在非常巨大的意义，应该这么来讲。
所以通证经济将会是一个多价值尺度的经济体系，不是只有商品啊、资产啊，不是这样的概念。通证经济在未来有很多的评分的价值尺度，它是一个属于这样多元化的多价值的一个尺度经济。当然它也会有助于发展多尺度经济的现代社会的一些国家跟地区啊。所以通证经济还极其有利于国家的监管跟微观社会上的管理的。因为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后台的设施啊，它将所有的数据都原原本本的存档，追溯方便，无法篡改，无法抵赖啊，包含这个结合人工智能跟大数据分析技术啊，包含这个极其便于主管当局能够实施监管，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吧？所以更厉害的是什么？通证经济如果结合所谓的区块链代码，就是法律的话，我们叫 code is lawyer， 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那么可以很多地方的规范直接写到智能合约。比如说出去买火车票，我们的系统要求购票人必须要有若干通证啊，满足智能合约的一系列要求，系统才会出表。比如啦，再比如发放低保用户的救济款，也可以通过所谓的通证跟智能合约的使用，大大的提升一些相关的规范性，那是不是就减少了人为？所以最近很多人在谈一个话题，就是 AI 未来会取代人类很多很多的工作啊，包含最近非常热门的这个 ChatGPT， 大家一直在做这个接口啊，教授这两天也在研究它的接口，也蛮好玩的哈，跟他聊天就能问出无数种话题来。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说，如果 AI 未来在取代我们人类生活跟工作的同时，那我们真的会成为很悲哀的人。好，所以我们说在活在未来的人类当中，只有两种人啊，一种是能够篡改 AI 的，就是能够指导 AI 的这一群人存在。可能是一些专家啦，给予 AI 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对吧？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活在 AI 的管控当下的人类啊。那这个世界这种未来的形态的经济形态、生存形态，完全都被改变了。你发现了吗？我们过去讲20%的人拥有80%人的钱，未来是20%的人掌握了80%人的 AI 能力，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啊，如果说国家的管理的意思是由密码学、智能合约以及相应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来安排跟基础设施确保实施的话，那任何组织都可能没有办法在使用我们经常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概念，基本上不太会存在嘛。那当然你说它好还是不好，各己所见吧，对吧？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必须要监管良好的经济，没有监管的市场，那可能就是黑帮横行啊，三头林立啊，四分五裂啊，变成是这样的市场，对不对？可能大家都在演狂飙了所以通证经济它能够促进自由交换的同时，它又能够加强监管。对于市场经济是一次的大大的升级，应该这么来理解。本质上是用密码学，然后包括跨国界的开源开放的超级电脑等未来信息基础设施来重新定义市场上的经济所以它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本质跟推动，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质上面的变。所以大家应该有看那个《流浪地球》吧？你看要处理问题的时候，全世界联合政府要修这个电脑，修那个电脑，哪一个节点又断了，有没有？所以在未来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像《流浪地球》所演的那样子？我们不排除真的我们不排除会到那一个地步来，我镜头切回到 PPT 来所以呢，这个是今天讲的这一段呢，是属于我们的要接下来一系列课程的一个导论课吧。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要来跟大家讲讲这个关于整个国际通证的一些相关的介绍然后也会来跟大家讲讲后面的这一个实体运作的部分，好不好？那今天的导论课让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导论课还要讲什么？所以我们后面的基础基本上是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整个通证基础的教学
来讲讲通证的发展历史啊，通证的形式啊，通证的类型啊，以及背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简单介绍。然后讲完以后呢，会来跟大家讲讲第二大部分关于通证上市退市的一些相关的审查、上退市的条件的一些相关说明跟教学。第三部分呢，会来讲讲通证企业挂牌的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跟它挂牌的一些优势。最后来跟大家谈谈通证落地一些合作说明，好吧？今天的导论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希望在下一个课程你能够继续来听。OK，那就讲到这里了，拜拜。